美妆博主、有声主播、手账店主，这就是我。一个新诞生的斜杠青年所拥有的3重身份。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距离我上一个美妆视频呢，已经有3个月之久了。那这3个月呢，我也没有闲着，我从一个纯的自由职业者、美妆博主，逐渐的发展成了一个身兼数职的斜杠青年。先声明一下，我没有放弃美妆啊，只是这半年以来，我做了很多调整。从这支视频开始呢，我又要开始更新美妆视频啦。无论你是为了听自由职业者的心声点进来的，还是我们很久没见啊，为了看我点进来的啊，都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支视频看完。If you're watching this video on YouTube, please remember to turn on the English subtitle that I made and translate to your language. 虽然我以前说我只会为我的国货专题视频去做英文字幕嘛，但是这期视频我是想对所有还没有放弃我的小伙伴说的是一个视频嘛，所以我会做一份英文字幕放在油管上的。为了表示我真的没有放弃美妆博主这件事情，所以这支视频呢，咱们就边化妆边来聊一聊我这小半年来的心路历程，还有一些想要跟大家说的话。那就让我们从素颜开始吧。好的，那现在就是一个素颜的状态，让我们边画边聊吧。先上一个遮瑕，先说一下我为什么停了那么久啊，因为之前呢也算是做了2年左右吧。一开始我给自己定的一个理想是说2年希望能够运转起来的，但其实呢并没有。其实这2年里面呢，我也接触了很多人很多事，比如说之前我也有想过要不签一家公司，有那种让你去坐班打卡的，也有说允许你在家里面做，然后给你有底薪的，也有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也有那种像合作类似一样的合约，就是很多内容方面的东西都你自己去管理，但是呢他要管理一些商务方面的东西，就这种合同其实都看了很多种了，最终都没有签成。其实主要还是有2点是我没有办法放弃的底线，一个是选品权，就这个东西我没有看到有一个合约上面可以把选品权交给博主自己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实在是一个太小号的博主了吧。如果说是粉丝有很多的博主，他可能会获得一些决定权吧，但是也不好说，因为从甲方的立场去考虑的话，决定权在乙方手上确实会有一些被动啊。如果甲方跑商务跑回来一个广告啊，你说啊我不要接，那他不就白跑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能理解为什么各大公司都没有办法放手这个权利。但是呢，我的纠结的点是什么？如果我自己试用完了，我觉得不好用，你又要我说好用，我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怎么办？所以这点我没有办法放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违约条件里面就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些话也不好说的太直接，但确实大家虽然都是奔着理想去的，但是违约条件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慎重的点，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写出来呢？对不对？如果大家都没有这些想法，绝对不可能发生，那就不用写出来了。所以说违约条件有些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一直也没有去签合约。但是话又绕回来啊，在这个圈子里面，特别是美妆博主这个圈子里面，我这2年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资本入驻非常强势的这样子一个圈子了。说大白话呢，就是已经不是风口了就是这么一句话。确实美妆这条路真的是在这个年代非常的难走啊。但我想了一下，我既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些我接受不了的违约条件，我也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身上没有商品的选择权，那我怎么办呢？我觉得我的终极目标就如果是这个方向发展的话，终极目标就是我得开自己的工作室，这样子呢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在这个环境下真的很难，我没有办法把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这一个篮子里了，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我选择了人生超级难的模式呢。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要坚定的把这条路走下去，因为我知道它会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慢慢的摸索磨合发展。接下来上个底妆，你说有志者事竟成这个事啊，我确实是相信的。但是做美妆博主也好，做自由职业也好，其实对你的运气加成还是比较考验的。那如果运气一直不来的话呢，我也需要考虑一下别的，毕竟也许成功不会一下子就到来，但是饭点会到来呀。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用的，我感觉还不错哎。颜色好
好像很正好的样子，这里面看着好深好深的，但是上脸挺合适啊。所以说这个频道呢，我是不会放弃的，也非常感谢3个月以来我都没有更新视频，但你们也不离不弃，没有取关我的小伙伴们，真的太感谢了。刚才说到饭点总是会来的嘛，所以说为了生存，为了能够赚到钱，那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一门心思的只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美妆事业上面了。那最终呢，我就决定去学一下有声主播，是不是很跳跃？我知道，但是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蛮跳跃的。当时想到说做这个也是我的朋友，我的好闺蜜推荐的。她说啊，我认识一个在好像是不能直接说平台的名字啊，反正就是世界最高峰那个平台有认识当助教的朋友，所以呢，她就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事儿。其实那个时候也还挺算是风口的末尾了吧，但现在的话也有一点过了风口的那个感觉。但不管怎么说，我朋友给我介绍完之后，然后根据我自己的了解以及我自己尝试下来的感受呢，我就决定，这可以，我试一下。所以其实在2、3月左右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了专业的学习，就是世界最高峰他们家的学习啊。如果有小伙伴感兴趣的话，我也是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具体的。但是今天呢，咱们就先不说那么具体了，主要是说我的心路历程，跟你们分享一下。最终这个学业我也是顺利的毕业了，并且其实我以前也有接触过网配之类的，我还蛮感兴趣的。录音的过程我真的很开心所以我最终呢就决定还是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说在了解了一些行内的事情之后，发觉这个行业也是真的很难啊。它有很多种发展的模式嘛，那根据我自己喜欢的，我选了一种之后，它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运气加成，并且需要极大的耐性，才能够去慢慢的达到赚钱的目标。当然也不光是赚钱啊，因为很多的人投身这个行业都是想要赚钱的，当然也有纯粹为了兴趣来学的，我的以前班级就有很多同学这样子的。但是不管你是为了兴趣来还是为了赚钱来，学完这个班很多人都放弃了，就是因为这条路真的非常的难走啊。然后再上散粉，所以说最终我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发展，就说明我自己是真的对这个东西有热爱，不然的话真的很难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啊。那我也是算一个初茅庐的主播，新人主播，要说完全没赚到钱呢，也不好这么说，大概有个30块钱的样子。确实也是比较难赚到钱，但是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嘛，所以说我还是想继续做下去的。所以咱们现在已经聊了2重身份了，一重是美妆博主，一重是有声书主播。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没有听有声小说的，就是那个世界最高峰平台，它有一个算是就业平台类似的，然后上面有审核的嘛，我可以给你们放一小段我之前通过审核的一段录音，是我自己配自己做后期的。今晚他还会来吗？如风焦虑地走着，双手不自觉地抓挠着头发，一滴鲜血滴落，如风好像没有知觉一般，越挠越快，越挠越用力。这时灯忽然灭了，一个小女孩的笑声从身后传来。她僵硬地转过头，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床上晃悠着双腿，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本是温馨的一幅画面，她却冷汗直流。来了，还是来了。小姐姐，准备好捉迷藏了吗？小女孩一边笑着，一边直勾勾地看着如风。她不敢答话，赶紧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门外。小姐姐，那我开始数数了。小女孩还在笑着，不过她的笑容却越来越诡异。其实我自己还觉得挺好的。当然就会和我平时讲话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特地没有把我整个讲话的发声习惯改过来，但我的口腔习惯已经有所改变了，我的普通话变得比以前标准很多，但是我还是会尽力的在镜头前面想要回到以前那个状态，因为我始终都觉得做美妆视频的话，就是不要那么标准的普通话，反而会更有个人特色。然后上腮红的话，这个是我买了一直没用的，我今天来试试看。所以说赚钱啊，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要自由职业赚钱
钱的话，就更不容易了。于是乎，我就想到了赚钱，如果靠有声书赚钱的话，真的很难啊。所以说，我又想了一个新的路子。为什么想到这个路子也是很机缘巧合？那我现在呢，还有一重身份，就是手账胶带的分装店主，好歹也是个老板娘了呢。但我的店也是刚刚起步，还没有什么生意啊。就做生意这件事情也是急不来，也是蛮靠运气的。眉笔还是万年不变的这支手账胶带，这个东西呢，也是我在疫情期间迷上的。其实我以前也看到过手账胶带这个东西，但是我没有入坑，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有什么用啊，就想不通。疫情期间，其实我很焦虑，很暴躁。然后我就通过看别人贴手账啊，然后我就慢慢的冷静了下来，觉得好治愈啊。我以前有喜欢的胶带，但它非常好看，只是我觉得它没用，所以我就没有买。那所以说疫情期间我买了很多胶带，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我就真的爱上了。刚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有想法说，这个事情可以做，因为我也确实是喜欢上一个事情之后，我就会疯狂的去学习它，然后我就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手账胶带的知识。所以说呢，最终就是决定了一条路子，那就是开一个胶带分装店。当然了，我也不是说喜欢上了就马上开始做，我还是大概经过了这3个月左右的认真学习和深入了解，并且我已经从一个比较新的小白变成了一个可以给大家做攻略的人了。我真的觉得这3个月我积攒了好多经验还有知识，所以说我不仅在做分装店主，也在经营我不同的手账的账号。我给你们看一下，身为美妆博主喜欢上手账胶带之后我都干了些啥。比如说这样的我觉得好好看啊，还有比如说这样的，你们还能认出他是谁吗？当然还有我最得意的作品了，我超爱这个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是3个身份我都不想放弃，而且确实啊，3个都不是什么稳定的收入来源，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还是比较风险大的，所以我宁可就是慢慢的做，然后3个都做下去，希望他们都能够有收获吧。如果你也在考虑做自由职业，不知道干什么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找找你喜欢什么，或者你去看看各种各样的东西，看看你会不会喜欢上什么新事物。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是要跟各位坦诚的，那就是做自由职业想要赚到钱真的很难很难。要么你有资源，要么你有本事，要么你有运气，而且这3样往往是缺一不可的。它不像你去公司里面工作那种感觉，因为我之前也确实是有2份正式的工作的。那我的感受就是坐班的话，只要你去工作了，你就有钱，还是非常稳定的。但是自由职业的话，真的不是这样。你今天能不能赚到钱，真的取决于很多的因素。那明天能不能赚到钱呢，就更不好说了。我嘴巴有点干了，我先涂个唇膏。这个也是在疫情期间买的 Juicy 的联名款啊。之后我也想做一个专题测评来着，先涂一涂。我之前有试过色，我还蛮喜欢的。再来上一个高光，也是这段时间我买来还没用的，随便上一个色儿吧，反正都是特别闪的。所以其实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以前在单位里工作反而是比较轻松的，倒不是说体力上轻松，就是赚钱比较容易啊。但是这世界上没有好赚的钱，这一点是真的，所以无论是赚什么钱都很难。我以前的话工作强度很大，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难赚钱，但其实从来钱的容易程度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做自由职业的话，无论你干的是以前那么累，还是比以前还累，都不一定赚得到钱。就从概率而言的话，在公司里面工作真的会舒服很多。那说到以前的这个工作呢，我知道有很多博主会建议网上小伙伴说，你有一份工作你就先做着，然后边做自己的工作，然后边兼职做自媒体或者自由职业，等到你的自由职业成熟了，能赚到钱了，比自己工资拿的还要多了，你再转型。我想说这也是有先决条件的，像我以前那份工作就绝对做不到这种事情。首先之前我那份工作啊，它的工作强度很大，我相信这世界上有很多小伙伴都跟我一样哈，下了班之后就什么都不想干，只想放空自己，连最爱的美妆都提不起劲的那种。然后再加上经常加班嘛，可以说哎呦涂多了，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时间了。算了，多就多吧，今天就是揣，真的涂多了，太亮了，我的妈呀！
啊，就这样吧。然后又是万年不变的眼部打底，所以说如果你本职的工作它的强度以及时间允许你这么做，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既然我没有办法兼顾，那我索性就去做我想做的。所以说做自媒体也好，做自由职业也罢，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再去定夺，千万不要说网上的人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包括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也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和我自己的情况来跟你分享的经验。那我的经验是我的经验，它不一定适用于屏幕前的你。你一定要去想想自己的时间、能力、兴趣爱好所在，金钱有多少，然后有多少的力量去做这个事情吧。因为其实我一直心里面都蛮清楚的，像能够做出我这样选择的话，它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那我还付得起这个代价，我已经是属于非常非常幸福的那一类人了。进了社会之后，我才发觉选择权真的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你有的时候就好好的用吧。不管我什么时候坚持不下去了，或者不管我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境界，我都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非常幸福的人生经历啊。接下来就是我最爱的眼影时刻，这也是一套买来的，所以就一起用用吧。反正也还没有测评，让我先试试。我之前也是看这个联名嘛，特别感兴趣。你们看过《猫眼三姐妹》吗？快趁着小妹还没有被我抹去的时候，看一看她美丽的容貌吧，珍惜一点，不要全部弄没掉。说回自由职业这个事儿嘛，那我现在不是3重身份吗？其实都是花了很大的代价的。美妆这边的话，我蛮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之后的计划。我做了2年下来，最高流量的视频是一支翻唱视频。我之前有想过要做翻唱博主，但是我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主要是什么呢？我来例假会非常的痛。讲话呢，吃止痛药之后就还好。所以说我之前就想着啊，怎么样翻唱跟美妆结合一下。我也确实是走了一下这个路子。大数据你们知道吗？大数据它就是要垂直，它才好分辨。所以说以后美妆频道的视频呢，我会更贴近于我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的模式。但是美妆肯定是不会少的，因为我真的超级的爱这件事情。我也会想办法把美妆视频和我的翻唱再怎么样结合升级一下。以前是1.0，现在呢就是2.0。所以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坐班工作还不错，能忍受的话，不要别干了吧，还是继续干吧。已经算是来钱的事里面真的是门槛很低的了，真的是要珍惜的。除非你有条件去做选择，你也真的满心都只想做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那如果你是感觉自己条件也没有准备好，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决心的话，我劝退啊，我劝退啊！再摸回这个高光吧，我还是觉得这种淡淡的眼影不太符合我的性格，我要给它加点亮点。但是因为它是高光没有底色，还是觉得有点少了点什么。算了，今天就先这样吧。然后来画眼线也是老朋友看 make 啦，也不知道这支视频发出去之后会掉多少粉儿，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但是这支视频呢，算是我对老粉丝们的一个交代。毕竟我在停更的这段时间，也是收到了有小伙伴来催更的，我真的很感动啊，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了那么久啊。下一支视频的话，我估计就是花知晓之前的独角兽2.0的系列。为什么是独角兽呢？我知道花知晓最近发布了新品，那个草莓洛可可是吧？但是呢，首先我认知到了一件事情。我反正拿不到 PR， 我也赶不上第一趟流量那我就不赶第一趟流量了。反正第一趟流量这么多博主都在发，是不是？那我就慢慢来吧，我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还有一个呢，就是99大促的话马上就要来了嘛，所以我之前跟另外一个在油管上的粉丝有约定好，就是99大促前我会把这支视频发出来的。如果你是一个对自由职业好奇点进来的小伙伴的话，可能你也会很好奇，那你到底赚没赚到钱呢？有没有说赚到很多钱呢？我想说，如果赚到很多钱的话，我就可能不会考虑做第2、第3个自由职业了，我可能就会一门心思的做一个，但确实是很难赚到钱。所以说，如果要说做美妆没有赚到钱呢，也不是的。2年下来大概就赚了个我以前1个月工资都不到的金额。我觉得可能很多博主最大的回馈
不一定是金钱。当然，如果金钱到达很高的顶的话，我没感受过啊，不知道。但是大多数小博主啊，他们可能赚到钱，一个是开心的，还有就是有人跟他一起有来有回，有人看见他了，跟他一起讨论了，喜欢他的视频，这应该就是这份工作最大的回报了吧。我在开启我的自由职业人生之前，我真的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也是引发了我对人生非常深刻的思考啊！我为什么活着呀？我当时很想不明白，我为什么活着？我开始干自由职业之后，我觉得好像慢慢的，我找到了一些人生的意义。自由职业是一个比在职场里工作难度要高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为什么还想做？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从精神上的获得会非常的充足啊。如果说我以后坚持不下去了，或者说我没条件去坚持了，那我应该是会回到职场上继续工作的。但是呢，我希望那个时候回过头来看这段日子是非常值得的，不会后悔的日子。其实我当时离职的时候也想了很多，我觉得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问了一下自己会不会后悔。我当时给我自己的答案就是，如果我现在离职，我可能将来几年后会后悔。但是如果我现在不离职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会马上就后悔。所以我最终选择了还是离职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靠着我的兴趣爱好们养活自己，但是我就是想继续做下去，因为我并没有说啊给自己设定一个退休年龄，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做不动为止，做到我断气为止。所以说呢，人生一辈子都是过嘛，为什么不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呢？下一支视频呢，咱们约定一下，就是花知晓独角兽 2.0 系列的测评视频，我会在99大促之前把它发出来的。如果你是想知道自由职业者心得而点进这支视频的小伙伴呢，希望我零零散散的话语里面有几句能够对你有帮助哟。最后我再向所有没有在我停更时候取关的小伙伴们表达一下谢意，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爱你们哟。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